中共每次把台独拿出来当做一个话题去讲，然后就喊打喊杀的，所以威胁世界和平、威胁世界秩序的，是台独还是共产党还是共产主义？这个东西不用我讲，全世界都这样说。各位去读读看，欧盟也好，北约也好，或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这些言论好，哪一个不说共产主义才是最大的威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今年的这个双十国庆啊，那这个赖清德总统啊，发表谈话啊，他希望呢这个中共呢体现大国责任啊，停止扭曲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还有二战历史文件啊，放弃武力改变台海现状。那这个谈话发表了之后呢，国台办呢这个跳脚回击，显见啊，这个目前看起来中共在这个4中全会之前对这个问题这个基本的看法两岸呢对这个很多的中国历史问题，我看差异也是非常巨大值得我们深度来讨论。我们节目呢今天还是请到这个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这个在两岸问题上最够权威来跟我们解析中共的最近这个说法。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赖总统发布谈话之后呢，这个中共国台办的发言人特别强调说，说我实在不想念他的话了，但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了解一下，我还是说了。他说呢，赖清德的谈话呢，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渲染大陆威胁，鼓噪民主对抗威权，歪曲二战历史与联大2758号决议，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扩军备战所以呢，这个所言所行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加重台湾民众负担，葬送台湾经济命脉和发展前景，给台湾社会带来灾难。我的看法我等会再说了，我想先请老师呢给我们评论一下。基本上颠倒黑白了，这中共每一次讲话呢，都真的就是不晓得这个我们说什么好。这里面能谈东西太多，我先挑几点重点来谈一下，我们慢慢一层层谈下去呢，或许可以谈得比较清楚一点。第一呢，他们反正就是劈头就是把台独帽子呢扣到我们的头上。什么叫台独呢？大家说台湾要独立就叫台独，不好意思，以中共来说，这样子不是台独。以中共来说，凡是到最后不接受我中共统治的，都叫做台独。是。所以台湾很多人以为说，我投票给中华民国，我选中华民国总统，我哪里是台独？不是，在中国看起来你是明天台独而已，就这个差别。是，所以不要这个沾沾自喜。对中共来说，我再说一次，凡是不接受中共统治的都是台独。那中共为什么劈头拿这件事情来讲呢？我们过去讲过，因为他面对台湾，他各方面都比不过除了比较大一点之外，其他各方面都比不过。在民族、民权、民生3大问题呢，都比不过。等一下我们详细说。但是呢，他必须要拿出点某些什么东西来，然后去拿来当做一个话语权来讲呢，这样他才能够在宣传或在动员上呢有所根本。所以我过去讲，我说他们拿台独呢是当武器的，对内呢动员老百姓，我们恨台独、恨台湾什么的呢。对国际上呢，你们在搞台独，你们在支持台独，不要支持台独，不要搞2个中国，不要搞一中一台，这样他有话讲。然后对台湾呢，去讲台独的时候呢，就可以洗一些人的脑。的确有些人就被洗脑了，那为什么洗脑？我们等会再说。所以台独变成这几十年来他们对付台湾所能用的唯一的最大的法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不同意他们对台独定义。但是我们就这样说，就算台湾有台独，就算台独的话，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国际社会上不是只有我们才会在闹分裂，加拿大、魁北克、北爱尔兰什么地方都闹过。但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凡是闹分裂，美国夏威夷也不是要闹分裂嘛，对不对？所以在民主国家里面，你要分裂可以啊，我们有法治程序嘛，有民主程序。台湾已经民主化了，我过去讲过。第一，我们有宪法；第二，我们有选罢法；第三呢，我们有公投法。你要台独要统一，你大可以走法律跟走民主程序。你有本事你提出来，过了我们就要来实行就是了嘛。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可贵。中共每次把台独拿出来当做一个话题去讲，然后就喊打喊杀的，
就是因为你落后，你专制才会想动武，然后不但这个说动武叫动武，还把动武这想法一天到晚交给下一代，残害下一代。简单说呢，在这个问题上面，中共在国际社会上落后太多，彻头彻尾的违背世界潮流，这是这个我对台独的看法。好，那么他又讲了，你刚才读了说，我们方面讲到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完全没有渲染，中共才是威胁。他说，这个台独制造动乱，没有这样讲，台独再怎么样，坦白说，在国际社会看了小打小闹，这话可能有的朋友听了不舒服，但国际社会真是这样看的。对很多国家来说，你台湾独立也好，不独立也好，其实我没有什么差别，我的日子照样过我的日子。但是这个世界有没有共产党，我的日子就很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的？也就是你中国如果不是共产党了，那不管台独不台独，没有什么差别。但你中国有了共产党，台独不台独，看起来就差别了。差别在哪里呢？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当问题来弄了，来弄大家了。好，再回来刚刚这样讲的，如果世界上没有共产党的话，世界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威胁世界和平、威胁世界秩序的，是台独还是共产党，还是共产主义？这个东西不用我讲，全世界都这样说。各位去读读看。欧盟也好，北约也好，或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这些言论好，哪一个不说共产主义才是最大的威胁？好，这第二点。所以这样就延伸到第三点，说我们什么鼓噪民主对抗威权，不错，是我们是用民主对抗威权，民主是世界潮流啊，民主是世界潮流啊。这个工业革命到现在200多年，大家慢慢看懂了。我们不是过去讲过吗？有过几种方式去对应嘛？有资本主义的方式，有法西斯的方式，有共产主义的方式，有新威权的方式。最后证明什么呢？短期内有效的可能是威权，但威权一旦有效之后，当国家社会富裕、老百姓富裕之后，它就要走向民主。威权富裕而不民主的话，就一定动乱，一定革命，就这么简单。所以台湾为什么是一个成功的楷模？南韩为什么是一个成功的楷模？因为威权了、富裕了之后，民主了嘛，就这样子。所以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共呢其实看懂了，但他不愿意承认，死守一党专政，死抓住政权不放，最后结果呢害人害己。坦白说，中共呢死抓住共产主义一党专政不放呢，害死14亿中国人，愧对列祖列宗。是，我想是刚才这个非常详尽的跟我们平息了那这个中共对台湾的这所谓指责了哈。照我来看呢，这个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加重台湾民众负担，葬送台湾经济命脉及发展前景，给台湾社会带来灾难。这大概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中共犯台嘛。对，也就是说，这始作俑者，我觉得他这个等于不打自招，自己承认了说会搞这些事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就是他。然后第二个呢，老师刚才也说到，这个台湾各方面的发展呢，不管就社会福利啦、公共建设啦，各个方面，虽然民主不是每个人都满意，但总的看起来呢，这个两边的人民哪边对这个自己的生活的满意程度，外国人的这种评价，我想大家是非常清楚的。那中共呢，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说呢，他总是号称我几十年来什么中国怎么站起来了，有原子弹了这个什么工业化了等等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纵使是蒋介石继续在大陆执政，那日本是这个从1912年来，我个人认为是中华民国在大陆没有办法好好的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那其次就是共产党的内战嘛，就这两个因素。那如果你没有共产党内战，然后日本又给二战之后一顿胖揍，我相信照台湾这个方式在发展大陆这几十年，绝对是比现在要好。可能有没有原子弹这个倒不一定因为每个国家有它发展方向，但是其他我想各种工业，就算讲这种什么军事这种科技啦诺贝尔奖等等我相信绝对是好过现在，这是非常清楚的。那而且中共的这些发展很多是以民生作为非常惨重的这个牺牲的这个代价嘛所以刚才老师说你这个死守专制我想这个的确是这个中共现在最大的问题了这个所以我们常讨论它内部的高层政治啦，他自己也承认你的文革啦，搞到这个家家流血，人人带伤这个就算中共自己也承认说毛泽东在文革也是
功过也是13开嘛，有罪，有罪啊，开国有功，建国有讎，文革有罪，是这个自己都承认，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也都是在体制嘛，啊，所以我想呢，啊，这个中共自己的问题，我想刚才的那个指责里面，等于是自己承认了，对，好，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好，但是呢，你现在国台办又说了，台湾属于中国啊，事实清晰啦，地位明确啦，祖国统一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啦。啊，无论赖清德啊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跟法理事实啊，国际社会共识，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这个说法听起来呢，好像啊，在海内外可能也有些人觉得中国大嘛，台湾小嘛。啊，现在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啊，总是啊这个大的吃小的哦，感觉上、物理上、现实上比较可能。那想请教老师呢，这个对这种说法，老师有什么评论？刚才你说，如果中国大陆不走共产主义的话，说是如果还是蒋委员长或蒋总统继续统治的话，大陆走法会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大家现在常觉得台湾发展不够好，对，台湾发展不够好，我们也同意。但是就以台湾发展不够好的这个标准，如果放到大陆那么大的话，会是个什么结果？现在台湾号称国民所得呢，将近4万美元了。是4万美元，我还没真正算过，我用3万美元时候算过。假设中国大陆呢，真的当时没有走共产主义，走三民主义，发展的过程跟台湾几乎一模一样，就是放大了这个60倍，以人口来说60倍，以面积来说267倍，这有什么结果呢？14亿中国人，每人国民平均所得3万美元，那世界第一了。不止世界第一，我算过，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大陆的 GDP total 就国民所得总所得是美国的1.8倍，是，而且是实打实的1.8倍，10打10的1.8倍。如果说那个的中国是美国的1.8倍的这个整个经济收入的话，经济所得的话，它是世界第几强国？第一强国，毫无疑问。对不起啊，这是最低标准啊，他不是说台湾做的不好吗？这是最低标准。然后台湾社会，然后那时候的中国大陆社会多元化，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宗教信仰自由、迁徙工作的自由什么等等，然后经济基本发展、民生富裕，社会多元不说了，政治民主化，有一个中国国民党跟中国民进党在那边吵来吵去，甚至天天打架。你觉得这样的中国会不会比现在的中共中国要来得好？是不是这样？我就放大了200多倍。这就大家觉得说生活好坏的一个比较，这个最简单的比较方式。你刚才提到他们说歪曲2战历史，跟说我们呢歪曲2战历史，跟连带2758号决议案，2758号决议案，真正歪曲的是谁？我们过去节目已经讲过了，抗战打了8年抗战的是中华民国，领导抗战是这个蒋委员长，真正在那边打的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那你们说什么？那时候中共在干什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也讲过了。2758号决议案从来没有排除中华民国，也没有排除台湾，因为你们自己把国内宣传口号拿到国际上来，给了我们一片空间而已，只是这样子。今天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件事情，讲这些话呢？简单说，狼子野心，想赶尽杀绝，想真正消灭中华民国。为什么？争夺正统性，然后呢，遮盖自己当年没有抗战，勾结日本跟勾结苏联的丑陋历史。是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这第一点。批评我们现在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好，我们把历史掀开看，抗战时候中共勾结日本，扯后腿准备打内战；抗战之后勾结苏联打内战。你觉得谁是汉奸？你觉得谁是汉奸？这个是标准的以武谋叛，以外谋叛，对不对？是。中共所有讲的这些话呢，都是血口喷人，扭曲历史呢，遮盖自己的丑史。这是第2点。第3，我们扩军备战，我当然扩军备战。你天天想打我，我为什么不可以扩军备战？是你天天飞机飞过来，没事的时候就包围，就打一轮飞弹，天天叫嚣学习台湾，然后今天不拿10年之内这就拿不下来，就怎么样？你天天不是想打台湾？你想打我，我为什么不可以备战？我当然可以备战。而且你教我不备战，你好打我而已嘛。我为什么要这么傻呢？再来，你现在扩军备战，全世界都在批评你，全世界都在问说，
你为什么在承平时期打造一个中国历史上没看过的一个这么强大的军队？你想干什么？你的意图不透明化，你威胁全球的安全。现在全球来台湾，来到亚洲帮忙台湾，帮忙中华民国，为什么？大家觉得应该保卫中华民国，因为中共在破坏国际秩序，这就是第二点，就备战的问题。第三，他又提到什么？中国终将统一，必将统一是个历史大事。你好意思跟我们讲历史大事？今天国际社会走了这么200年下来，从工业革命走到现在，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了。反专制、反共产、反侵略才是历史大事。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要人权，这才是历史大事。你们的所作所为跟今天产生成果，全部违背了历史的潮流，还跟我们来谈历史大事？回家读读书吧。是，我想呢，刚才老师说到，就是这个中国14亿人，如果有这个台湾的 GDP 人均3万的话，那当然是那时候是3万啊，现在是4万了。我粗算一下啊，如果是4万14亿人口，这样算下来，中国大陆 GDP total 会是美国的几倍？我粗算一下，2.4倍。是2.4倍，而且呢，这个时候呢，大家想，这个中国大陆呢，如果实施像台湾这样的制度的话，那大家看病基本不用钱，读书基本不用钱，出国完全自由，护照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你爱去哪去哪，不管制外汇，也没有管制外汇，土地私有，你高兴爱这个卖谁卖谁，然后呢，这个参政也自由，做不好下台，时间到了下台，你可以组织政党，是。对，贪污你可以到法院告他等等这些东西在台湾都司空见惯可是呢在中国呢，纵使是我认识的中方的这些学者，你说谈到中国大陆的像政法工作，大家都还是承认，甚至习近平都承认这中间还是存在不足存在短板等等，这都是民主自由的关系嘛。然后呢，这个像刚才老师提到这个怎么叫做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这个很清楚嘛。到当时候的内战这个怎么样结合外国的势力去痛揍这个国民党的是共产党嘛？是，那这点是大家也都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这个不是共产党如果是这个国民党纵使呢当时的国民党大家知道什么4大家族啦贪腐啦等等等等，可是呢，哪比得上今天中共的贪腐啊？我们可以讲，改革开放提早30年，这种没问题因为讲孔宋家族再怎么样他没有基本上搞阶级斗争他没有基本上搞所谓的这个农民分田地他也是欢迎外国资本，欢迎科学技术这个不会把知识分子逼到跳河，对不对？我想这个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所以历史大事这件事情呢，这个老师刚才说到，这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看看苏联的例子，应该就很清楚了。不过呢，这个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国台办的这个说法，他说让两岸同胞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是发展两岸关系的这个出发点那么这个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完全统一，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增进同胞利益福祉的康庄大道那我想这个台湾社会和谐安宁，台湾同胞安居乐业，当然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生活的社会和谐安宁、安居乐业了。但是照中共的这个说法，真的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和谐安宁、安居乐业，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那老师觉得呢？我想你的答案会比我更好，不过我先说我的答案吧。对，这个很多人在台湾住久的时候呢，觉得台湾民主不怎么样事实不怎么样。但是我常常提醒大家，台湾的民主政治走到今天，在全世界200个国家当中排前30名绝对没有问题。是，而排在台湾前面这个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第2次大战以前就有民主制度了。是，台湾是非常少数，2战以前没有民主政治，2战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是非常罕见、非常难得的。中共当时可以选这条路，他没有选。台湾今天呢，中共现在这些一般人呢，看到官员，不要说看到官员，你看到路边一个警察，看到一个公安，你可能都会非常担心。台湾的民主政治是可以骂官员的，指着官员鼻子骂的，对不对？或者电视上天天可以看到。我们对执政党是实打实的可以监督的，是，这没话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回到刚刚的原话，让两岸同胞过上更好的日子，发展关系的这个出发点多少点，完全对，完全对。问题是什么呢？
你用什么标准来看？话是对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看？我们就用三民主义来看，以民权民生来说，台湾跟大陆谁胜出？我们刚刚随便讲讲，把刚才讲的那些话呢，各位再听一遍就晓得。民权民生来说，中共呢是远远落后，根本看不到台湾车尾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你刚刚说的，走的路不一样，采取的制度不同。如果当初中国大陆走的是三民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的话，今天最低是台湾这种成就嘛，就这么简单啊。那现在回来谈谈民族主义。好，现在回来谈谈民族主义。中共一天到晚呢用台独来骂我们，民族主义呢，我刚刚说了，有真民族主义跟假民族主义。中共讲的是假民族主义，他拿台独呢只是当做一个战略口号来玩而已。真谈民族主义，你为什么不面对一下？抗战的时候你勾结日本，我们刚刚说了，抗战之后你勾结苏联，后来打内战，你哪一点非谈民族主义？今天还很多台湾傻瓜跟他在喊骂台独什么等等。我再说一遍，你身在台湾，统独都可以讲，不服气去选举嘛，再不服气推公投嘛。我们可以用和平的办法解决统独问题，你为什么跟着中共去叫嚣那种蠢话呢？所以共产主义呢，我再说一遍，害惨了14亿中华民族，你真的不配谈民族主义，这第一点。第二，他讲说反对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这问题又来了，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对，在两岸当中，谁破坏了两岸的和平发展？我讲台独，两岸和平发展就出问题了吗？因为你要动手才会出问题嘛。你如果说用公投的办法、用选举办法、用民主的办法的话，两岸哪会不和平呢？魁北克公投完了，没有和平吗？北爱公投完了，没有和平吗？对不对？民主国家、民主制度解决问题本来就是和平的，谁才会用不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呢？专制政府跟专制政权，一个落后的、违背世界潮流的专制政府才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再说一次，台湾台不台独对国际社会影响不大。中国大陆有没有共产党、共产主义跟共产制度，对国际来说是天壤之别。是，所以谁才是真正威胁？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携手推进国家完全统一。那统独我没有问题，就是看最后老百姓自己的选择，这个同胞自己的选择。但我们谈谈统一，怎么统法？什么原则来统？什么指标来统？现在大家都觉得说一定是大统小，谁说的？为什么不可以好统不好？为什么一定是大统小？中共常常吹嘘我的革命啊，对啊，你不是也从井冈山打出来吗？你不是从小开始打起来的吗？台湾为什么不可以说从小谈起呢？当然可以啊，你谈我也可以谈嘛。如果要统一的话，我们这样讲，与其说你们统我们，不如我们统你们，大家都好，对不对？你们统我们，增加了2300万人，跟大陆人一样过苦日子，跟台湾同胞一样过好日子，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大家仔细想想看。好，他也讲了说这样做可以促进台湾社会和谐安乐，台湾同胞安居乐业，什么等等。我们一句话讲完，如果中国大陆放弃共产主义，接受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话，大陆更会社会和谐安宁，同胞安居乐业。要说到的时候，中国大陆放弃共产主义的话，是14亿人加2300万人，社会和谐安宁，同胞安居乐业，何止台湾呐？何止台湾呐？台湾很多人呢，现在被中共洗脑洗到不亦乐乎，被假的民族主义呢搞到这个热血冲头，如中疯魔。自以为是爱中国的反台独，其实不是，你是爱中共了，你不是爱中国。如果你回去多读读国共关系史，多读读两岸关系史，多读读历史，多读读世界历史，你才会晓得什么是真正的世界潮流，绝对不是中共所说的什么反台独什么等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潮流。一党专政迟早要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我们等着看吧。是，我想呢，刚才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一党专政啊，这个是不符合人性不符合这个世界潮流。这个我以前呢就跟一些中国的朋友常讲，他们说，哎，你这个
这个中国的制度呢比较有效率，那民主呢讨论半天啊啰里吧嗦，这民主没有效率啊。那这个独裁专制呢，虽然你们都批评，可是感觉上对国家建设是有效率。那我就常讲的，你说那韩国跟朝鲜，对不对？韩国总统几个下台了，对不对？都蹲大牢了。那韩国的经济整个国际地位各方面发展跟朝鲜，你们是喜欢去韩国旅游呢，还是朝鲜旅游呢？就想中国自己好了，跟韩国的贸易技术方面的合作，跟朝鲜的贸易技术方面的合作，孰大孰小？对，所以这个他们就没话说了嘛。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很多事情常常这个是一种偏执或者是一种政治宣传可能很多人都敢怒不敢言，因为有这个有言论控制的地方呢，可能大家也只好做唯心之论就真的那么说。真的有自由选择的时候，我相信呢这个看法做法可能都还会是不一样的。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中共有的时候也可能觉得我这样控制很严密等等，实际上来讲，这只是在一种武力下、威权下的控制，真的大家心里暴力下的控制，大家心里头可能也不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像刚才老师提到，就是希望呢这个海内外，尤其是这个小粉红这些朋友们呢这个大小粉红，多读世界历史认清世界潮流。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有些事情呢，感觉上像希特勒那时候也横扫欧洲嘛，对不对？一路打到这个各国都是这个屁滚尿流，可是后来呢，没几年的时间呢，也就垮了为什么？也还是因为逆天而动逆势而动。所以就老师的意思，共产党是不是就是逆势而动呢？从人的历史来看，共产党真的是逆势而动。所以我们再奉劝一句话：海内外的听得懂华语的朋友们要认清楚世界潮流。共产党一党专政呢，迟早要被淘汰；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呢，终将大行于天下。是，我想这点呢，就是今天我们节目讨论到这个双十国庆呢，这个中共呢对这个台湾的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个说法呢，我想老师这个最后的总结呢，就是最好的注脚。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明君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呢批评指教，然后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这个老师讲的真的是，因为他们很多人真的就是在中国的国内，他可能也不敢讲。像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个那个，就是做动画那个土拨鼠那个年轻人，对，他最近也做了很多影片，他就说，他说他到了美国去留学，后来就在美国生活，做那个游戏动画。他说他在大陆的时候也是做同样的事情，而且在上海，然后上海相对来讲已经算是比较自由开放，而且其实很多人的平均的水准呢，就是这方面的水准不会比美国高。可是他说在美国再怎么辛苦，他都不想再回大陆做，因为这感觉就没有保障，就自由跟保障，对，就是没有保障。马云都没有保障了，谁还有保障？然后他说怎么在加州他太太生病了，然后就赶快开着车就送去医院。他送到医院就想说怎么办呢？这个可能也没什么保险然后也是经济的困难。结果呢，收到一张账单，那上面的钱少，要付几百块美金。然后呢，前面一个金额很大，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后面的金额就很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说明，就说你这个加州呢，这个照顾人什么什么，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不能。然后他还觉得我英文不好，看不太懂，然后打电话就问，他说对没错，你就付后面那个几百块钱就好。他就说哎呀，资本主义剥削人民，从小读的东西一系崩解。明白。